师姐，师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要是因为实习的事情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回头我再帮你约一下人事科的同事。好了，我先去买单。我陪你去。好，走。师姐，我们今天都没开车，就不送你了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坐地铁回去就好。实习的事情我会继续帮你联系的，你放心。如果特别麻烦的话，师姐没有关系的。行了，不麻烦。师姐，拜拜。走了，拜拜。老公别走！你干嘛呀，赖俏？吵死了！小男人想疯了吧？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你说你是不是花痴犯了？梦到哪个男神了？哦，不会是孙小金的男朋友吧？可他在未来本来就是我老公啊。哎，你不会是真的喜欢上宋小金的男朋友了吧？你要是喜欢，你就痛快点儿。怎么痛快呀？去追啊！他们现在不是还没结婚吗？你去把你的未来老公给抢回来。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？在未来，嘉诚明明就是我的老公。我的意思是哈，你要么去追，要么就放弃。不跟你说。我和嘉诚都爱吃小笼包。他嘲笑我应该改名叫小笼包公主，我调侃他就是小笼包王子。想你，小笼包，晚安。小笼包啊，什么时候改名字了？孙小晶吧？啊？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这是谁，陌生号。嗨，不稀奇。你上大学那会儿啊，就有一票一票的小师妹给你表白。肯定是发错了。哪怕来问我是谁都好啊，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？也对，我竟这样偷偷地存下了嘉诚的号码，他没有理由回复我。下次我要当面与嘉诚重新认识。嘉诚，我今天想去看你。我今天想请你看电影。我永远忘不了嘉诚第一次约我看电影时那副紧张的样子。师姐。嗨。你好。下班啦？是啊。你在等人？等你啊。等我？等你跟宋师姐。哦。小静她有事先走了，
你有事吗？明天中国电影资料馆会放映《罗马假日》的胶片版，我想请你看。你是专程来给我和小静送电影票的？对，所以宋师姐明天她有空吗？她明天应该要出差。我明天晚上应该要赶方案，估计也没有时间。你的电影票，好意心领了，谢谢。哎，你真的不去看吗？第一次大荧幕胶片放映，机会很难得，非常非常难得，错过这一次，也许下次就没有机会了。说实话，这类的爱情电影我其实并不是很感兴趣。电影票留给你跟你朋友看吧，好意心领了，走了。你干嘛呢？穿成这样，这么妩媚！天哪！你要干嘛？见个朋友而已。我美吗？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呀？不用回答，一定是男的。女的话可没有这个待遇，一个礼拜不洗头你也照样出去。雄壮的松树。对呀，他今天来这出差，今天可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。你也太重视了吧？这当然要重视了。你看行吗？特好看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呢，叫做网恋见光死？哎呀，你能不能不要诋毁我的恋爱对象了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个是我给他买的香蕉口味的蛋糕，他最喜欢的。我是排了1个下午的队呢，是不是有点小心机啊？买一个蛋糕就叫有一点点小心机，你是不是没有看过宫廷剧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俗话说得好呀，想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就要先抓住他的胃。就这种 slogan 都已经是多少年以前的，你都相信？哼，还想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先要抓住男人的蛋糕店。没错啊，我记得就是穿过十字路口，走3个街道，左边第3家牙科诊所对面，这家店就是巧克力店呢。哎，你好，请问这里的巧克力店去哪儿了？巧克力店？对，这里没有巧克力店啊。不会啊，这里不是巧克力店吗？嗨，这条街上的店面已经关门很久了，一直说要改建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改。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我太傻了，压根儿就没想到，2006年这家巧克力店根本就不存在，甚至连对面的牙科诊所都还没开张呢。没想到，在电商还不发达的2006年，想买一份手工松露巧克力是那么困难。可我不想就这么放弃，毕竟这个味道是我和嘉诚共同的记忆。当初是嘉诚买给我吃，现在我想让他提前品尝到美味。你好，请问这个是黑松露巧克力吗？是。给我来一份。好，谢谢。嘉诚说，他从大学开始就维持每周打网球的习惯，围着他家和单位附近的网球场都被我找了一遍，果然被我发现。可惜当初嘉诚让我跟他学的时候，我3心2意就知道偷懒，要不现在还可以上场跟他过手。这个高燕飞还跟我吹嘘自己以前跟嘉诚水平不相上下呢，现在看来，明明10年前就是嘉诚的手下败将。
师姐，你是来这打网球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在这儿等朋友。哦，他们。不是他们。这小美女谁呀？给我介绍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忘了介绍了，师姐，小静的朋友，也是我们的小师妹。哦，我同班同学高艳飞。小师妹啊，我说你太不够意思了，怎么之前不提时间小师妹啊？哎，幸会。我们也才认识不久。对了，你在这儿打球，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啊？啊，我刚学不久，就刚刚才来。哦，对了，打球一定很辛苦吧？我这里正好有松露巧克力。不好意思，我平时不太吃甜食。还有这个热量够。这个不甜的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我先去外面买瓶水。他终于来中国了，我好喜欢波利尼啊！是啊。哎，等一下。今天就到此为止，票已售空，各位请回吧。收空了。票要吗？啊，票要吗？哎，先生，票要吗？不要。票要吗？啊，你有票啊？哎，这边说，波利尼钢琴演奏会，360一张，这么贵？这票很紧俏的，没看到售票处的票都卖完了。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来2张吧。好嘞。你说你这么大冷天的，在外面站了4个小时，你是不是傻？非要把自己冻感冒了才踏实，是不是？你不知道这个音乐会的票子对我来说有多么的重要，比自己的小命还重要呀！你不知道这感冒也会出人命的，好吧？平时也没见你听什么音乐，又什么时候变成古典风来着？票价贵的吓死人，你脑子瓦特啦！我最亲爱的俏俏，多亏你在关键时刻把钱相助，要不然这个票肯定没戏。你可真舍得。师姐，你不要告诉我，今天又是偶遇。不是偶遇，我等了你很久。找我有事吗？这个是波利尼钢琴演奏会，他是第一次来中国演出，这个票特别难买，我排了很久的队，花了2倍的钱才买到，想亲自送给你。你是希望我交给小静吗？我知道你喜欢波利尼，所以是我想请你看这场演奏会。师姐，我们很熟吗？你这是小笼包。嗯。这条短信是你发的？
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因为我是你未来，未来的什么？未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，未来的事情，现在谁都不知道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因为我知道，波利尼演奏家你很喜欢，我以为你会感兴趣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波利尼是谁，我对演奏会也没有任何兴趣。如果再次相遇，我会用尽力气，慢慢靠近，调整呼吸，相遇而又到水里去。我要时间都留给我，云的安静，风的调皮，和你看年华日夜交替。我要时间。Surprise！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你应该告诉我，我去机场接你啊。我故意的呀，要不然我怎么能够提前回来查岗呢？谁知道你有没有背着我藏什么美女？我还能藏谁啊？我都已经进屋藏娇了。来，快坐，我给你倒点水。好啊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吗？凯莉很快就要结婚了。今天她男朋友刚刚跟她求婚呢，我们都快替她兴奋死了。来，5克拉的大钻戒都快闪瞎我眼了。他们还说要去马尔代夫度蜜月，订的那个酒店特别的豪华，就好像整个岛都属于他们2个人一样。羡慕吗？羡慕的话，我们今年暑假一起去啊。切。哎，对了，你在那边的时候，我不是给你发了一个我的设计案吗？改过之后，你有没有觉得好很多？方案，你就知道方案，只要完成就行了，管它好不好呢？怎么能只要求完成呢？设计跟设计之间区别大了。你这样只要求完成是出不了杰出作品的。我不需要杰出不杰出，我说那么多，你有没有听懂啊？你知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听懂了，我也都听明白了，好吗？凯莉结婚，5克拉大钻戒，马代蜜月 ，Surprise I get it。好了，别生气了啊，帮你拿设计来看一下。这不是今天的演奏会吗？你怎么没去听啊？哎，不对，你什么时候喜欢听钢琴演奏会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个是高彦斐给我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，昨天莫名其妙给了我一张演奏会的票。演奏会我不喜欢，就让他一个人去听好了。你不喜欢去听，我可以去听啊。你这不刚回来吗？要不我请你吃饭吧。算了，我就是特意过来看你一眼。我爸还在家等我吃饭呢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这么急啊？那这个设计稿麻烦你给宋老师，让他帮我看看。好啊，给我吧。走了。哎，看到我来是不是很失望啊？怎么是你啊？你手机关机了，嘉诚又打不通，就让我来告诉你一声。你别等了，他不来了。我就是特地把手机关上的，我不想给他拒绝我的机会。哎，这要不我陪你进去？这开始了，票还挺贵的。不用了，和谁去都没有什么意义。哟呵，看不出来还挺专情的。不过小师妹啊，我提醒你一下，这个嘉诚啊，和宋小晶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我劝你啊，你现在赶紧找一个合适的人得了。你看，你又不了解他，你又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何必在他身上浪费青春呢？没有人比我更适合他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，我跟他不可能不合适。不是，我这话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好心提醒你一下。你不懂。不是，我不懂。
未来的嘉诚很喜欢波利尼，我们去看过他的演奏会。音乐会我不会去，不要等我。以后请不要再给我发短信，谢谢。这还是我熟悉的那个嘉诚吗？为什么现在的他感觉这么陌生？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他。但这不会是我的结局。我要努力改变现在的自己，找回我拥有过的幸福。你真的想好要去陈子松那个城市了吗？你可得想清楚啊！到了那边，你可是一个情人、一个朋友都没有，你不会觉得寂寞吗？我现在只想跟他在一起，其他对我来说都不重要。可是我也会想你啊！你想我就来看我呀！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我们随时可以电话、短信、视频的。哎，要不我们这样好不好？你跟他先相处一段时间试试看，我们先不这么早下决定。以前我也以为自己不会遇到一个特别的人，为了这个人，我可以改变自己，放弃一切，甚至我觉得这辈子跟谁在一起过都差不多。可是现在我知道了，这个人不仅存在，而且还竟然被我遇到了，这真的很特别。师姐，我现在不想放手，也更不想放弃。你能理解我吗？就像你和叶嘉诚一样。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谢谢你啊，赖俏，你一句话，竟然点醒了我。你明白了？你明白什么了？其实叶嘉诚他根本就没有骗我。罗马假日也好，松露巧克力也好，还是波利尼，这一切其实他真的都不喜欢。可是那些我都喜欢，所以他为了我，却让自己做出了改变。为了我，他强迫自己，竟然喜欢上了那些。来了，叶先生。是啊，每周五风雨无阻的，你可是我们店里最忠实的顾客了。太太喜欢，只要她开心，不管怎么样都好。哎，叶总，10几的MP3拉茶水间了。喂，喂，嘉诚，晚上约了李叔叔吃饭，你把手上的事情放一放，赶紧过来。带上你的图纸，还有2瓶茅台酒。这次的射击案不是已经通过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去见？你怎么总盯着眼前那点事儿？李叔叔手里的项目很多的，他要是认可了你，你以后还愁没机会吗？赶紧过来啊！就这样。
我在书店的咖啡厅等你。我好想告诉你，你给我的记忆，像空气如影随形。当我闭上眼睛，你眺望远处的身影，是穿越悲喜勇气。时间都知道，他给的每一个问号，是我们太年少，总要和他赛跑。时间都知道，他给的每一次煎熬，是我以为们你不会来了。结局是否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，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走了，所以从小到大是我和我妈妈2个人一起生活。我和妈妈之间，不管谁发生任何事情，都是有商有量，商量着来的。现在妈妈出了问题，一时之间，我突然不知道该找谁去商量这个事儿了。所以，你是想听我的意见吗？你的意见对我很重要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想我应该会全盘如实托出。你是说实话实说？不好意思。其实无论最后阿姨怎么选择，你都要让她知道你是支持她的。当然，前提是让她知道所有治疗的可能性，在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里面，尽量去帮她理性的做出选择和判断，还要配合好医生，不要留下任何遗憾。而且还要看阿姨是什么样的性格，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她沟通。我妈一向都喜欢直截了当。我跟她之间，没有什么事儿是藏着掖着的。除非你可以瞒着阿姨，把这出戏演好了，不让她发现。当然了，这些只是我的预想。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也没有设身处地的去经历，所以我不能完全从你的角度出发帮你考虑。不，你说的是对的。其实这个时候，我不应该去感性，而应该是理性的去面对思考。起码，我不能先倒下。你接吧。没关系，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可以陪我坐一会儿吗？不需要说什么话，就只是这么静静的坐着就好。以前不觉得，现在才知道可贵。你知道吗？也就在几年前，我外婆也被诊断出是癌症晚期。当时我们全家都试图去瞒着她，可没过多久就让她发现了。
外公倒是很坦诚，直接告诉他事情的真相。2个70岁的老人很酷，说放弃治疗就放弃治疗了。最后外公带着他，开始全世界的各地旅游。那会儿医生说，我外婆大概也就只有半年的时间了。可外婆却奇迹般的跟着外公，一起在外面玩了整整2年。之后很安详、很幸福的离开了。现在回忆起那段时光，记得外婆脸上灿烂的笑容，那应该是她最开心、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吧。如果当初真的选择保守治疗，过程痛苦不说，治疗还未必有效果，所以这件事情改变了我很多，对很多事情固有的看法。也许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，都需要换个角度去思考。也许吧。小静。喂，叶嘉诚，你怎么还没到啊？李叔叔都已经到了，你还不接我电话？小静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有点事耽搁了。等等，我马上就到，好吗？你有……喂？你快去吧，我没事了。行，那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再给我打电话吧。相信我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嗯。小静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知不知道李叔叔早到了，一直在等你？你知道他有多难约，我怎么约到的？你怎么能迟到呢？不好意思，有事耽搁了。什么事比这事儿更重要啊？这关乎到你的未来，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只靠我爸爸，我们也得靠自己帮我们铺平道路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没想着靠宋教授。东西呢？什么东西啊？我让你带的设计图纸，还有给李叔叔的礼物。你出来之前我特意叮嘱过的，你不会忘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忘到之前那个地方了。叶嘉诚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今天约李叔叔就是为了看你的设计图稿，结果你没带。另外，人家愿意来是因为看我爸的面子，你让人家空手回去，你懂不懂事儿啊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出门的时候真的带了。要不，我现在进去跟李叔叔说一声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去，把东西给我取回来。现在？没必要吧？我可以进去跟李叔叔叙述一下我的设计理念。谁有功夫听你说啊？人家今天愿意来，无外乎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和人家建立一种联系。李叔叔真的是看中你的设计图稿吗？我告诉你，人家看中的是我爸的面子。搞关系我不擅长，如果不想聊设计的话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让我一个人进去啊？这个李叔叔本来就是你想见，不是我想见啊！你什么态度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是在帮你，不是在求你。好，谢谢你啊，我不需要。哎，叶嘉诚！嘉诚，我知道你自尊心很强，这也是我最为欣赏你的地方。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你真的想多了。你现在那么出色，是因为你真的很有才华。但就算再有才华，那也需要好的机会，需要好的伯乐去发现。好商家好的事情，别人求都求不来呢，你怎么还矫情起来了？
嘉诚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，亲爱的。上次你落了东西在咖啡馆，我本来是想快递给你，但担心这是贵重物品，所以就想还是亲自送过来比较安全。不好意思，这些东西应该我自己去取的，麻烦你专门跑一趟。刚刚看到宋师姐上去找你，所以就没好意思去打扰你们。你在这里一直等到现在。其实，这些东西你完全就可以放到楼梯口的，不必。对了，你妈妈最近怎么样？已经住院了，她过几天就要进行手术了。那次跟你聊完之后，我就决定跟她坦白一切。所幸的是，她的反应并没有太激烈。那就好。如果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，你随时打给我。其实最近我正在找工作，所以师姐，师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上次我跟师哥遇到，他落下了东西，所以我给他送过来。你们俩怎么会遇到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上次的那个。易嘉诚，你上次迟到就是为了见他呀？哎，不对，你们俩怎么会单独见面？你们俩什么时候有彼此联系方式的？我怎么都不知道，这什么情况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这不是上次赶得急，所以。师姐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这真的不能怪嘉诚。嘉诚，你凭什么叫这么亲热啊？你不会接近我、认识我，就是为了他吧？啊，你喜欢他是不是？小晶，不要这样。我怎么了？你还维护他？叶嘉诚，你是不是也喜欢他呀？要不然你怎么会为了他爽我的约呢？我说你有没有搞错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怎么了？不是的，师姐，真的不能怪他。我看你完全就是找借口接近他。不对呀，师姐，如果你喜欢他，你可以直接追他，你为什么要拐着弯的通过我接近他呢？我看你就是跟我示威，跟我较劲是吧？小晴，行了，不是这样的，我都已经跟师姐说清楚了，你别再无理取闹、咄咄逼人了。我无理取闹，我咄咄逼人？叶嘉诚，这件事情明明是你错了，我还委曲求全跑过来跟你道歉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亏我不放心回来看看，结果你在干什么呀？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，你太过分了！我什么都没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，我先上去了。千东，你怎么这么处理这件事情？爸，原本这件事情是想能压下去，尽量压下去，给出问题的房子的业主进行单独的赔偿，但是没想到最后，他们还是把这个事情给捅出去了。这么大的问题，你压得住吗？你这么投机的处理问题，你知不知道会让问题更严重？我这不是想帮公司省点钱吗？房子呢？房子的处理方案，我已经跟建筑工程师商量过了，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复和升级改造，我保证，房子的质量不会再有问题了。一佩，你的想法呢？说说你的看法。爸，易佩是做服装生意的，地产他哪儿懂啊？
如果要问我的想法的话，全部推倒重建。很显然，现在业主已经对我们的房子起了疑心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无论我们如何修缮，也无法打消业主内心的疑虑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全部推倒，全部过程公开透明化，才有可能重新建立业主对我们的信任。说得轻巧，推倒重建。推倒重建不花钱呐，这钱谁出啊？你出啊？我做过了考察，目前只有一栋楼修到了4层，其他的只修到了1层。所以说，现在推倒重建，对我们的损失不是很大。虽然我们损失了工程款，但是我们至少保住了房款。如果说有业主要求退款，我的建议是，为了表示我们的诚心，一定要果断退还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就算业主拿到了全部的房款，以现在的房价，他怎么可能买到和格兰城同等条件的房子呢？所以我认为，至少有80%以上的业主他不会这么做。而最关键的是，我们保住了易茂地产的名声，还有让大家看到了我们处理问题的决心和气魄。这不仅仅给易茂地产，包括整个易茂集团都带来了巨大的无形的资产。还有啊，对于这个延期的问题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，那就是给所有业主建立一个终身免费的娱乐健身会所作为赔偿。等1年也是等，等1年半也是等。虽然晚点拿到了房子，但是跟终身免费这个服务比较，业主不傻，他应该算得明白这个账。说的可真漂亮啊！成全了所有人，单给我挖个坑是吗？很多事情啊，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，而忽略了长远的目标。格兰城这个项目，它就是个例子。什么意思啊？一佩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你的意思是我易清东只能看见眼前利益，没你会顾全大局是吗？你别说了，我呢赞成易佩的方案，格兰城呢就交给易佩来处理。秦东，你暂时不要管了。爸，格兰城的项目怎么能交给他呢？易佩不可能比我更了解情况。散会。爸，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啊？你怎么能把格兰城交到？有，易佩也在啊。你的速度比我快。我正在和外公商量，毕竟我年纪轻，经验少，格兰城的事情还是交给舅舅去处理比较稳妥，我就不跟着瞎掺和了。小佩，格兰城的处理方案呢，就按照你的意思来做，有什么困难找我，我支持你。爸，行了，小佩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秦东讲点事情。好的，外公，那我就按照您的意思去做了。爸，您这不是当面打我的脸吗？谁是您亲儿子？我才是您的亲儿子。他是姓易，但他是您的孙子，是外孙，我才是您亲生的。您怎么帮外不帮内呀？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我没，
我没去几次澳门。你在澳门赌场到底欠了多少钱呢？爸，是不是又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呀？我在问你话。爸，您知道，都是一帮做生意的朋友，陪他们去澳门坐一坐、玩一玩，我就跟他们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欠了多少钱，你拿什么去还债呀？我把格兰城交给你，没多久就出事了。我知道，你把精力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你太令我失望了。格兰城的事情，我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了，你全权的转交给一佩。你在家里面闭门思过，如果再去赌的话，被我知道了，就不要来见我。澳门那边如果缺钱的话，尽管和我开口。笑里藏刀这一招，你倒是学得比我快。您记性可能不太好。格兰城这块地是谁拿下来的？表面大度，其实心里还记着仇呢，是吧？有你的。哎呀，这还没毕业你就要搬走，我这心里怪舍不得你的。我妈明天得入院，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事情。我担心在毕业之前我没有时间搬家，所以就只能提前走了。我感觉吧，这刚入校没多久，这一转眼就快毕业了。这大学生活呀，一眨眼就要结束了。哎，你说，我们的好日子是不是要到头了？我呀，没有时间去缅怀过去，后面还有一大堆事情在等着我呢。哎，对了，阿姨什么时候手术啊？她还得再做一次全身的体检，等医生安排好时间就得做了。简，对不起，现在才知道你是真心帮我，可惜我明白得太晚。现在我只能先离开一段时间，走之前想见你一面。你现在在哪里？对不起，如果早点听你的话，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。你这是要跑吗？你可不能干这种傻事。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，没有人愿意帮我。他们跟易钦东都是一伙的，我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我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所以，我只能去外地，先避避风头。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找你的。我不能去坐牢，一旦坐牢，我这辈子全毁了。你现在走了才是这辈子全毁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相当于是在畏罪潜逃，你逃得了一时，但逃不了一世。你总有一天是要面对自己良心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你现在只有一条路：去自首，向检察机关交代自己所有的问题，上交所有的回扣。易佩易总他会给你找最好的律师，尽可能帮你争取到从轻处理。自首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阿姨，俏俏啊，怎么拿这么多东西啊？不用，我自己拿就行。哎呀，小简怎么让你一个人拿呢？他人呢？他呀，哎呦，他去见常进了。哎呀，说到嘴了，阿姨，你千万别跟石简说是我告诉你的啊。为什么不让我知道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坐。
俏俏，啊，他是不是跟常进分手了？您知道了？常进啊，好长时间没到我家来了，我想他们可能是分手了。你看，果然是分手了。小姐没让我告诉您，怕您担心。不过没想到您已经猜到了，那就不算我八卦了哈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哎呀，我也不太清楚啊。他俩可能就是没感觉了，然后就分手了呗。是不是因为我的事情？怎么可能呢，阿姨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怎么可能是因为您的原因呢？哎呀，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呀，谈得来就谈，谈不来就分手，都是家常便饭。阿姨，您别想多了哈，说不定小简离开了他，还能找到更好、更优秀的男朋友。可是你说小简情绪没什么波动啊，你说要是真的分手了，他难道一点都不难过？他俩肯定是和平分手。现在的年轻人，分分合合，都是小 case， 没事的。你说他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原因？哎呀，绝对不是的，阿姨，我1万个保证。这说不定师简进了大公司啊，这青年才俊比比皆是。以咱们小简的条件，到时候还不得挑花眼呢，对不对？听你的意思，他是要去找工作？对啊，你不知道他不考研了吗？他已经复习1年多了，他怎么不考研？怎么放弃了呢？他现在在各种投简历找工作呢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感觉你好像变了很多，变得成熟了，变得有主见了，感觉自己快不认识你了。是吗？你发现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今天我下了车，可能我们就结束了，是我活该。希望有一天我出来，我们还能成为好朋友。虽然现在你需要付出短暂的自由，但生活总是会重新开始的。我们虽然做不了情侣，但还是朋友。再见。原以为自己早忘记了这段感情，可望着他的背影，我仍百感交集。再见了，我的初恋。这下你可以放心了，荷兰城又重新回到你的手里了。我对你的承诺，现在还可以兑现。我把格兰城的账目给你，没有任何所图。我说过，我什么都不要的。不急。他是不是跟常进分手了？您知道了？是不是因为我的事情？怎么可能呢，阿姨？你想哪儿去了？你说他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原因。
我不会治疗的。你爸爸就是癌症，这个病又痛苦又花钱。一定会把你治好。至于钱的方面，你不用操心。您不知道他不考研了吗？他现在在各种投简历找工作呢。妈，要不然我出去找工作好不好？世界这么大，我要是出去闯一闯，没准就闯出一片新天地来了呢。我回来了，妈，东西有没有收拾好啊？恰恰有没有把东西送过来呀？嗯，在屋里呀。妈，妈，这么早睡着啦？哎呀，被子都不盖。妈，哎呀哎呀呀呀呀！妈，喂，喂，易总，你走了吗？你能不能现在马上过来？我妈她服药自杀了。你等我，回尸检下车的地方，快！喝杯水，镇定一下。你妈妈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？她上个礼拜查出来有乳腺癌，而她还一直在我面前强撑着，很坚强的样子。是我错了。医生，谁是方儿的家属？我是。幸亏你们送来的比较及时，药下去的时间也不是太长，现在病人已经脱离危险，清醒过来了。我们刚给他洗了胃，现在正在输液，以加快药物的排泄。目前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但是还是要继续留在医院观察观察。我可以进去看他吗？现在病人非常需要平静，不能再有大的情绪起伏。你就一个人进去吧。好。妈，小姐，妈今天犯大忌了，你生气了吗？今天不算。今天我也犯规，回家晚了，咱俩算是扯平了。那妈还能吃巧克力吗？今天给你特权吃1盒，我一会儿就去给你买。你这个小警察当的呀，真是太宽松了，而且还任性。谁让我是您的女儿呢？这都是遗传。妈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许再这样了。这是最后一次。妈答应你。可是你以后啊，不管是恋爱、分手，还是工作，
这些大事，你都得跟妈说。我们俩不是说好了要坦诚相见的吗？嗯，好，我答应你。今天妈一睁眼，能看见你，妈真的是很高兴。